嘿，你们好哦！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表白啊？谁将要跟你表白？好，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哈。那牌一我会写在这里啊。好，来，你们慢慢阅读后，给你们一点时间，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好，我想你们都已经选好了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现在从选择第1号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我们一样哦，会分3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先抽3张牌哈，然后每一张牌再从基本的5张牌来去看哈。来，我们先把那3张抽出来哈。这是今天的，然后2、3哈。然后5张，哎呀，怎么翻了？好，翻了就看了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表白哈？然后第1张出现的是金币国王哈，这张我等一下再看哈，我先看金币国王的部分。以他的位置要讲你们2个，我们现在分3个位置啦哈，我刚忘了讲。第1个是想说你们2个的现况，2个的距离哈，然后他在哪里哈，比较像是一个地方的地的位置，我们来去探查哈。然后第2个部分呢是讲他，我们来对他做一些分析。再来我们要讲说，当你们2个相遇之后的一个连接状况。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距离的问题哈。那出现了金币国王的话，我第1个得到的直觉讯息是说，其实你们在附近啦，你们在附近。那它是呈现一种非常稳定的泡泡的概念，2个人的气泡各方面重叠的质量算高哈，它不太离开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在附近。只是这个在附近的关系是什么？我看一下，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先翻开了圣杯4啦，我不认为你们有认识到，但是我觉得你们在附近，因为它这个连接，好，它这个水的连接这方面的连接，我觉得被隔离，被有所隔离。这里本来就应该要讲你们之间的那一个非常强大的连接，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它会有一个很强的路径。可是现在看起来它是被断掉的。但它断掉的，它不像是有一些其他的障碍或什么去阻隔了这一件事情，它比较像是说你们现在的专注力，你们现在可看到的一个角度，都不在彼此的身上，也没有发现彼此目前在附近了。好，它有一个可能是，其实你们应该已经见过，也可能认识到，可是没有记起来，没有觉得很重要。在你们的第一印象中是没有被记住的，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被记住的。可是你们所处在的环境范围并不远，就在附近。这里在附近呢，重叠的能量很强啦。光是这点，我觉得从这个点先切入一下哈。我先切入一下，他要讲的是怎样的一个距离？我看他距离是多远？这个重叠性各方面，按这张来看，这里看起来又没有特别远，而且还有一点近哈，而且你们的关系有一点点慢慢的往到2个能量会开始和谐的角度，也就是说，等等，这个我还是可以再继续翻一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线索，看一下这里，还是又出现一次哈，等等，我确定一个东西。2张啊，好，2张，好啊。一直没有，我觉得很强的土能量稳定。我一直想要去把它找出来说，看看是不是工作上的，是不是工作上的能量？可是这里我确实没有看到工作上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工作。
可是它有出现一种聚会，哎，好，你们应该是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好，你们应该是在同一个朋友圈里，然后有过几次的聚会，有认识吗？我觉得有，可是就是一直没有记住到对方。但是这边有一个牵连，在告诉我说，你们有蛮高的机会会在接下来的聚会，或是朋友的相遇，反正就这种人际关系的约会里面、聚会里面，应该要开始有所连接了。因为这张牌，好，猎人牌的出现，它应该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啦。可是要知道，圣杯四出现了两个，它所代表的意义不是说你们现在是毫无关联的，反而是有很强的关联，而且还有对话过，可是一直没有把彼此的存在感或是好感爆发出来。你们应该要在这张牌里面看出来，你们是很有互相的吸引力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在这个这么稳定的气氛里，在这个这么稳定的能量里，你们两个的能量相遇的时候是非常稳定的，可是它就是一直没有爆发出一种新的感觉。从这边看得出来，都被压下来哈。他这边只会透露一点点契机，就是可能啦，会有你们两个的共同朋友或什么会在中间开一些玩笑啊，或是一些你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老朋友，还认识蛮久的，然后会帮你们两个开一些话题，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开始有所聊。这张牌所代表的就是说，你们应该要有爆发出很合适的话题了，应该要有很快速的进阶了，感情上应该有，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发生过。尤其在这张牌，这一个路径上是将要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感觉，一个新的什么生命力的感觉。从爱情的角度，从恋爱的角度能量来说，你们还没有展开一个觉得彼此很投缘的话题都没有出来，现在都比较像是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出现在附近这样。好，但是还不错的是，从这里路径这样往下走，它确实是在往要发生爱情的路上走过去了。哦，因为水能量很强，好，无论是阻断的，无论是彼此有所隔离的，无论是忽视彼此存在的，都无所谓。重点是水能量一直在累积，好，直到恋人牌出来。恋人牌这个算是一个瞬间啦，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持续现象，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瞬间，在你们的那个话题出来的瞬间，你们两个就会把这个蓄积的水能量让它爆发开来，然后你们应该突然就会变得非常近、非常紧密。好，可是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很奇妙的，很难去否定你们两个之间是没有能量连接，反而一直在凸显说你们应该要有很好的连接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那个非常投缘的那个时刻一直没有爆发出来？哈，通常以时间概念来说的话，只是你们的内在能量应该还没有等到那一个最好的时机，这个就是在那个无意识的状态里面，你们没办法掌握的啦。那他时间到了，那一个第三者、第三方的人，把你们两个搭桥的人出现了，无论是开个玩笑，或是开一个话题，他终究要有一个破口，让你们发现说，其实你们各方面来说，能量啊什么都是很紧密的、很合适的、很契合的。现在就是在等待那个时间契机出现。好，来，直接一个一个放下翻哈。还有哈，因为女祭司牌出现了啦。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她为何不让你们现在就连接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个非常
比我们以为的智慧在更高远的智慧，在更高深的智慧，在确定某些事情，然后或是他做了一种介入，告诉你们彼此的能量说，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刻，好，先静止下来，先不要冲动，先不要躁动，再等一下，哈，应该有这个讯息。那从这里，皇后牌出来的话，这个时间感确实又再确定了一次了，就是再等一下，呃，有东西在酝酿，好，有东西在孕育出你们两个人好的开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好，毕竟现在在翻的是时间感问题，我觉得有好几张牌都在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它不是说要再等很久，有更多的内容是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哈，女祭司牌跟皇后牌有两种不同的和谐概念同时出现。哦，表示你们之间的能量已经找到了蛮好的出路，蛮好的方向。这样，即便现在已经在附近了啦，但是我们可以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时间啊。时间就是说还没到，还没到，会有更好的时间点要突破。但以现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也没有很远哦，因为我不认为这一个蓄积的水能量有够大的杯子把它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水能量一直在累积，我不认为它一直在装到要爆发，就是它不是一个大东西。我觉得它装满的时候，就差不多你们能量都外溢了，时间即使没有到，你要这是我的角度哦。我觉得时间即使没有到，你们也会隐隐约约的开始发现彼此有特别的感觉。好，只是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没有那个突破点啦，没有那个事件啦，没有那个话题啦，好，没有那一扇窗在打开啊，好，好，嗯，这边教宗牌在这个位置，呃，它有一个好的事情啦，你们彼此可能这段时间都不太会离彼此很远，有某一种很特别的社群力量把你们两个锁在附近了。也就是说，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出游时间这些的，可能是因为你们在共同的社群里面，你们还是有很高的几率可以看到彼此了。这一点似乎是被包的好好的。这个点的意思是说，并不会因为你们两个的关系一直没有进展，所以就错过了。这里反而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已经进到了这个泡泡里面。无论在这个里面再怎么游移，再怎么乱跑啊，你们终究还是会说到话。它不是一个两个进行的方向，然后错开的哈，它不是这个角度哈。然后，你就设想一个状况，它很像是两个那个小车车哈，玩具小车车丢到一个小圈圈呼啦圈里面，然后一直在那边串，再怎么串，两个人还是不会离开这个圈圈。有的时候会相撞，可是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啦。那或许吧，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内在的能量已经把你们两个吸引到进入了这个圈圈了，只是以我看来的逻辑，我都会认为，能量是其实比我们的有意识更聪明。它这个无意识的状况，这个能量的状况，比我们更加有智慧。他们能看得比较远，看得比较完善，所以当他们在水能量在做一些阻隔的时候，所谓水能量在做，就是现在不太听到对方，不太感受到对方这个阻隔的智慧，应该是觉得可能你们自己的故事线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先发展完，然后发展到某一种更好的你们的更好的自己出现的时候，再让你们认识，再让你们开启那个爱情的门，一切都会更顺遂，而且也会有事半功倍的感觉。好，
这个牌宝剑九出在这里的时候，反而让我有一点，觉得也奇妙哈。因为以整个能量的顺遂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宝剑九？这个反而让我有点耐人寻味哈。但以这个牌阵位置所代表的，应该是说，我大概知道他的答案了啦。现在你们两个不会认识，主要还是可能有自己个人的问题，内心的一些感受问题还没有完全清扫干净，可能跟之前的恋情还没有完全遗忘你或他哈，中间有一些杂质还在整理中，所以这可能就是那一个很大的原因，不让你们两个现在就在爱情上相认。如果他会这样子讲的话，表示在时间上来说，正在等待那一份杂质冲淡或是打扫干净了。因为毕竟这个牌位它并不是讲现况，它这个位置讲的是一个好的方向，一个光明的路径，好，正在应对什么事情这样。所以现在看起来，你可以把它简化成定义在时间上还不是现在，时间上来说不是现在要在爱情上相认，但能成为恋人的那个能量却蓄积的蛮丰沛的，这个东西就没有被否定掉，还是蓄积的蛮丰沛的。好，第一个部分的大概就这里哈，来我们来往下看哈，来我们来看第二章。这些我们先放旁边哈，来看第二组。看一下第二组，来一样再翻5张哈。3、2、3、4。第二个，我们来对于他这个人做一些探测，给你一些讯息，他是谁哈？来，这边也说啦，你对他不够了解哦，你对他其实没有非常了解哦，你对他没有非常了解，然后你们之间其实没有在培养什么关系。就说两个会变得更好啊，工作啊或什么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你们两个其实没有任何互相培养感情的这个线索，现在是没有的。然后，换一个角度来说，他现在生活和工作上有一些茫然哦，他有一点点不太知道要，他现在处在他的人生的一些抉择点啦，他有一点不，他可能这阵子或是今年，他都觉得他努力的东西没有照他想要走的方向，和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收获。他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困扰的点。我不知道我从这边得到的一些讯息告诉我说，他近期可能没有展现出他真正的魅力，他现在会在一个比较萎靡、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那是他的心境上的，他的感受上，他还是很努力他也没有让自己变得很废，他也是很努力，可他现在处在一种比较低谷的状态，整个能量上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好，因为这一个部分是对他的剖析了。他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他会有
该说是他会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呢，还是他会有人来帮忙呢？为什么我得到一个讯息，好像你是他的这个可以帮助他的贵人会出现？哈，我就这个来翻一下。我翻开这个的时候，突然也连接到你耶。我看一下是哎，这个讯息有证明，好像你就是那一个能帮助他的人，出现他的人。等一下啊。5顺，4选4，再一张好了。3顺，哦，这边有找出一点点东西耶。你们打开爱情的那一个钥匙，这个爱情的钥匙，好像会在某次不经意的谈话之中，而且是讲有关于人生、啊、未来啊、工作方面的，你好像会成为他某种窗口，找到某种，他会在一种很轻描淡写、很轻的一种对谈里面，好像你的经验可以分享给他，然后他会达成我们刚刚一直在等待的恋人的那一个状态。我刚说他是不是会有一个第三个人啊？或许会是另外一个事件，把你们两个那个窗打开嘛。现在翻出来好像是说，你们会以一种非常淡的朋友的关系或者闲聊的关系的时候，帮他找到了他现在的困惑点的一种新的方向、新的契机。好，而且你对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只是分享你的方向或什么，可是对他来讲却帮助非常大，他还找到一些某些的力量什么的这样。我想这一个是目前可以看出来，因为从这里再反观他的状况的话，这边确实好像诠释了一些你们关系的开端。好，我从这里然后衍生出这些，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的开端好像就是从一些刚好它落在一个很低的低谷，而你也不是说在什么高峰，你就是以一些平淡风轻的感觉去聊个天，就他找到了那一个。好，然后从这个开始之后，接下来等一下哦。接下来你们就会有比较该说紧密吗？我觉得也没到紧密，他会说比较多频率上的增加，你们的对话会有一些频率上的增加哈，然后开始他内在的或他现实状况的有一些烦恼被解决了，被疏通了。好，他现在可能卡在，因为我刚说他在某种，我觉得他也不能到低谷啦，就是一种比较能量比较低的状态。好，因为他现在有一种，他好像做什么努力什么都没有什么好收获的一个状态，卡住了。然后他在跟你的对话里面得到了某些解方。好，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是一个非常淡的状况，云淡风轻什么一种很淡的？因为在你们打开这个对话前，他也无所谓听你讲什么，或是你也无所谓觉得要告诉他什么。可是，在这一个状况里面，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对话里面，产生了一种非常坚牢的、坚硬的一种连接。那就会开启你们的对话，会变更频繁、更多，会变更深入这样。然后不知不觉，他就会走上水能量感器的能量。他内在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直觉，告诉自己说这个人可以靠近，这个人可以多认识，就是你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们真的会从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普通、非常非常淡的朋友这个部分开始往上走，然后他会慢慢的，他的那个水能量，我刚刚说前面那个水能量，然后出来之后，那一份对你的喜欢会累积成到要跟你表白，
他的心意哈。毕竟我刚翻了一个关键牌到这里哈，是这一张牌，它在诱发某种你们彼此的吸引力。它这张牌在的位置所代表的是说会遇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力，所以前面已经这么说了，然后后面再告诉我是这个，你们的发展前期是比较慢的，好，然后他会比你在更快、更优先的发现对你的感觉是很深刻、很深入的啦。好，那这个时辰，你这个我觉得还是也是需要几个月做，因为你们不会每天都见面。但是当你们的对话，我觉得你们的对话从这里开始之后，我觉得他会有比较多的主动性，他会把你当成是近期可以多多互相聊天、互相了解的朋友来看待，那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个发展确实是要几个月后，那关系会变得越来越舒适，关系上有越来越舒适。只是因为他这边是金币骑士做一种行动的方向感节奏，我觉得他确实是真的没有那么快啦。哦，你看骑士的马里面，这一只马是最接近静止的状态，因为它是在散步，一步一步慢慢走的。好，很奇妙的是，我们在这一组本来要去多去剖析一下他这个人的角度，结果却看到了这一面哈。好，这样也不错了哈。来，我再看一下这里。好，这两张我再直接翻开来看。水能量又开始都跑出来了哈，水的水能量都开始蛮大的。这三张牌说你们的连结各方面，从一开始这张金币2开始之后，似乎就已经完全确定是要往爱情的方向走去了，因为他在酝酿，他在培养某种东西，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了，然后节奏也可以加快了。好，这边也在偷偷说，你其实应该也有发现，也会发现你们的感觉已经有越来越紧密，因为你们的话题前面有说你们会找到某一种很契合的点，然后做开端，然后后面就会开始往爱情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种奔放的状态，因为水能量实在是蓄积太多了。然后从这一扇窗打开之后，这个对话打开之后，我不认为你们前面做这个朋友的会有那么久，就是我刚说几个月之后他才跟你表，我觉得没有那么久虽然目前看起来整个行动的动能跟节奏感是慢的，可是我一直看到满满的水能量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感能量在不同的角度灌入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不觉得他需要那么久，尤其他那边他所受到的这一个爱情的感染的能量值其实是偏高的。我甚至有觉得他会在几次4到5次对话之后，就很快的就会，我觉得可能3次之后就会跟你表达说，他对你的感觉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好，那无论是正能量、负能量的牌，都翻出来的是一种很正向的爱情概念。这两张牌出现在任何地方，它如果是在对准爱情的话，都有认可这份爱情是可以存在的这个角度在这里。好，尤其这张牌又在这张牌本来就很确定爱情要发生，又在一个毫无瑕疵的正能量的位置，有一点像是100%笃定说这份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要走到爱情的。尤其我们前面已经发现了那些事件跟那些如何打开这扇门的钥匙，都发现了之后，他就翻出了这张牌，有点在佐证这份爱情就是应该在那里，就是会在那里发生。
节奏是慢的吗？牌面看起来有在拖慢，而不是它本身慢。哦，从我们一开始翻，说不是现在，然后再看到是金币骑士，我认为它是在拖慢，所以我们在这边方可相信这份拖慢跟前面有一些女祭司牌啊或什么的，都是认为应该有更好的时机，而不是说现在的时机是坏的。其实整副牌翻下来，我都觉得好能量非常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定位成是应该有更好的时机，让他表白的更好的时机，不要是现在，也不要是最近，就是再等一下，哦，就是再等一下。那好，他在你附近了哈。好，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哈，牌很多哈，没关系，我们就让它站上面哈。来，最后一个哈，来直接看你们两个的关系哈。这张哈，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话，我先看往一个方向走。这样啊，这里偷偷说，其实你会蛮意外的，怎么会是他？哦，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因为以现在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不太在乎他，哦，你不太在乎他。那所以当他跟你表白的时候，你甚至有一个程度上会觉得说，哎，怎么原来你们的那个有还不错、很好的那个感觉哈，原来已经滋养出、培养出全新的东西了，所以你会有一点小意外啦哈，因为我刚前面说你有一种很淡的感觉去跟他聊天，你没有任何期待爱情要发生的这个角度了，哦，但是虽然从这里你会发现他好像不是你原本在期待的那一种人，你会很意外怎么会是他之外，你们在慢慢认识之后哈，会从这张牌发现，其实他有很多你没有发觉的东西，其实是你之前在爱情上所期待的。也就是说，你曾经想象过爱情要什么样子的状况，哈，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会对你多好，你可能设了一些模式，设了一些规范，这个人应该要在后面慢慢的才会发现，原来是他。可是我必须说，他的外在啊，他的声音啊，他的穿着啊，他的各种很表象的东西，不在你预设里哦。那在你心底，我觉得在你心底会有一些反转，会有一些推翻。好，你对爱情的想法会有一些推翻。所谓的推翻，就是说，原来你以为的爱情模样，呃，跟你真的遇到你感受上，让你真的觉得舒服的爱情模样不太一样。好，所以你会进入一个整理。那这个人，当他跟你表白的时候，你不会拒绝啦，你反而在他跟你表白之前，你们就已经达到某种交流上的默契，对话上谈电话的默契。你不讨厌，但也没有特别喜欢，你会觉得很自在，然后你会在这里感受到，原来这份自在才是爱情舒服的感觉。他比较像是说，他在跟你表白前，你们就有一种侃侃而谈的关系，遇到的时候都可以聊什么聊什么。你放得很松的聊，你很自在的跟他聊，你没有期待这份聊天或者这份互动是要进入到爱情的，所以你很大方的把自己各方面想法展现出来。所以等到他跟你表白的时候，你们的那一种坦然，已经彼此的坦然、彼此的诚实、彼此的坦诚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相信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是真诚的，这样。然后你再回头看你们的对话方面的时候，你才想到说，原来这个是爱情进入到稳定期的时候的相处方式。所以我才说这个星星牌讲说，你后面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一个人的合适，跟你所预定的爱情出现的样子不太一样，就是这样。好，
你会开始整理啦，整理要在这份关系里面让它呈现什么样子，你会开始整理哈。好啊，没关系，来继续翻这个。看一下哈，突然是不是？先说后，当我开始翻到了七牌之后哈，我就开始有发现有一个新的你浮现出来了，有一个新的你浮现出来，所以他反观比较像是说，这个人跟你表白之后，你好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自我的阶段。那就表示这一条路是原本你预设的爱情的道路，或是你人生将发现的路径上很意外的一个发展。好，而且除了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发展之外，你还觉得不错，是好的。好，因为毕竟这一条路径哈，这条路径它比较像是说有一种黑与白的大转换，好，正与负的大转换的一个牌，它需要很强的意志力，然后它需要很强的自我推翻、自我认定、自我肯定之后的一个转变。我大概可以知道，当他跟你表白的时候，你的瞬间就是觉得，其实这个人还不错。然后你会回头反观你们之前的对话互动，就觉得，我会这么坦然的跟他聊天，除了舒适之外，其实是因为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相信。好，虽然我们今天这组牌对于这个人的剖析讲的很少，可是对于你们的发展，对你们的关系的发展讲的蛮多的，而且还有比较多的是从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个人的一种肯定。而且很奇妙的是，你发现这个人跟你表白之后，你发现他不是你以为的爱情的状况的发生，可是你心中有一种窃喜，心中有一种感觉，就是还好是他，然后好像突然心里发展出蛮多未来的想象。他这一段的爱情的出现，我大概已经知道为什么前面有蛮多的讯息是说，不是现在，好，他们在拖着表白的时间点，可能就是因为他要累积这一个过程，让你在他表白的那个瞬间，你会回头看顾你们的对话，或是你们的谈话，或是你们的关系，然后你会在其中找到一个舒适的感觉，然后就跟自己说，还好是这个人，这个人也还不错。哦，虽然他不是一个爱情加水能量加火能量的爆发状态的爱情立刻出现，但是他所携带的那一个爱情能量，那一个水能量，那个丰沛的情感能量是稳定的。它的稳定性让你在他表白的瞬间，你就觉得我也愿意回应他，我也愿意给他好的回应，我也愿意回馈他，我也愿意拿出对等的自己去跟他试看看，跟他相处。而且我觉得他甚至不是到试看看，他反而蛮像是，这个人真的也算不错啦。好，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但是这个比较人性，比较合理你的反应啦。因为你没有很高度的期待会出现爱情，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是爱情出现的时候，出现的人是他。我前面才说，一直把它形容成一种很淡的关系，你跟他的互动或什么，你是放在一种非常淡的感觉，就是朋友这样。那更深入一点，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说，你会发现有一个新的你的自己会出来。其实，在这里就有新的你的自己，在上面底下有一个新的自己，在这张牌的时候，也有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己哈，这边新的自己这边一个大转换，两张牌都有所谓的你对于你自己自我的新的认识的契机点会有跑出来。
都有这个讯息。好，所以在我的角度来说，它的出现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好事，至少对于你的身心灵成长的一个转换来说，是很好的人，很好的角色。好，那至于爱情的往下发展，我觉得这里我就不多翻。我觉得这里看得出来，你们的交往初期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你们还是会可以大聊特聊很多特别的事情。哦，你们会在一种知心好友的状态，然后又 mix 爱情的恋爱状态，这样。只是我先说，爱情能量非常丰沛，没错，但是你们使用上却不会狂饮啊，就是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细腻的相处下去。好，你们会慢慢的去感受这份关系。我觉得你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概念上、想法上、思考上的一种，很细腻的互相认同，很细腻的有共同方向。你们很享受在价值观上面有很强的认同，它让你们两个关系非常平平稳稳的、舒舒服服的。那关系上，你们两个也不会互相拉扯，好，就是谁先是谁，谁控制谁，这边都没有。这里处在一种非常柔软的关系，好，然后很舒适啦。你们两个的关系很像在悠然的散步着、聊天着、散步着的这种关系。好，只能说这份关系的一些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整个你们两个认识的初期，对彼此的好奇心非常薄弱，因为真的没什么风能量，对彼此的好奇心非常薄弱，所以以至于到现在你们都还没有发现，你们的能量上啊，或是未来方面其实是蛮契合的啦。哦，我觉得比较艰难的、刁钻的是，你们如何搭起彼此的那第一座桥梁。好，所以可能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回避跟任何人的聊天对谈。哦，即使大家一起出去10个人，哦，我觉得可以尽情的跟大家聊天，私下聊天，分享自己，那个桥可能就会搭起来。这边只给了这个线索啦，哦，然后第二个线索是这个人目前以表面上、表象上、外在上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一种。好，这里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只能这样先透露到这里。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这一次1号牌讲的比较没有非常单刀直入的对这个人讲太多，讲了蛮多的是如何让你们，或是你们怎么连接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哈。那从这个线索来说，我们可以期待看看啦，因为即便他跟你第一次聊天就要找到了那一个窗口，他也不会立刻发展到爱情。但是以我个人有点跟牌面上有点矛盾或是冲突的地方是，我觉得他应该会比我想象中的再快一点，但是牌面上拖的节奏比我想的再慢哈。那以能量的，如果要以支持能量的方式来说，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点的问题，应该会有更好的时间点让你们发展到爱情了。但我觉得会再快一点。好，没关系，我们就乐观的期待一下吧。至少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他就在附近了，他就在附近了哈。只是呢，彼此太淡了啦，还算太淡，关系上都还太淡。主要是那个桥还没有找到为什么要搭桥啦，这件事情不是桥还没有搭，而是为什么要在这一条河上搭一个连接你们两个的桥啦。这个题目命题还没有出现啦。还没有出现的原因有一个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真的走到他很需要跟别人聊他现在的处境的状况，还没到那么深的谷，还没到那么低的谷。好，
好，那嘉豪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期待吧。好，乐观的期待就对了。好，来，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好，来我看一下哈。我用这个好了。来，我们一样先抽3张哈，来讲一下3个位置哈。这第一个是现在你跟他的距离啊，第二个是我们来针对他的能量这个方面来做分析。第三，当你们两个接近或是他已经表白之后，两个相处上的能量是如何哈？先把这3张抽出来。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哈。哦，教宗牌哦，以距离来说，他跟你在差不多的社群里哦，而且是有一些服务性质的，有一些。因为服务性质有的时候哈，我看那么多看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非常难规范这个所谓的服务性质的牌的位置啦。因为有很多人工作完之后，他就没有去做各种事情，这样哈，所以它只是一条路。那你还是可以把它规划在，我觉得我把它距离拉的比较精准一点，就是有可能跟工作有关系的社群里啦。好，就是说这个社群里面，可能大家谈论的都比较跟事业呀、人生方向啊这种社群里了，它也可能是一个朋友的社群啊，或是只是一个赖的群组之类的。好，那他在那个里面，以这里来说，他是在那个里面，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方向。我来确定一下，好，确定一下一些讯息。哇，又是以教宗牌为核心的牌面来说的话，没错哈，这个社群应该很多时候，除了谈论一些你的工作啊、职业啊这种生涯发展的那个社群里面之外，它也有可能像一个读书会的社群。好，当然也有跟宗教的社群有关啦。哈，我先把一些比较大范围的，就是说它可能跟宗教活动有关，它可能跟义工服务方面有关的这个社群。如果你没有没关系，那它就是所谓的身心灵，或是有一个聊天群组，大家都聊一些跟内在有关系的这个群组，这跟工作额外的一个社群。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真的是工作范围里的，只是这个小社群、这个小团体、小聊天室里面，大家讲的比较多是如何去让自己的工作有加分的一个社群，大概就这3个方向了哈。那他在这个里面，他这个人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直接来翻你跟他的连接哦。你们彼此的好感我觉得算明显，你们对彼此的好感算明显，所以你们该怎么说？我很想说，你们对彼此是有好感的啦，我很想这么说，但为什么我不这么说？我把它排斥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才刚出现，还很淡，淡到会被否认掉。好，会被否认说，就是说，如果有人看出来你喜欢谁，或是看到他喜欢谁，然后朋友之间有说，哎，你们两个是不是互相喜欢的，或是有一种玩笑式的问你说你是不是喜欢他？现在的感觉淡到会被拒绝，但是也会淡到被提醒，原来有。好，这是你们两个现在理解，只是说以现在的状况，如果要你们两个交往看看的话，你们会以一种爱情上的好感来做交往，是可行的。只是我没有很明确的觉得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有好到或是熟识到可以谈论到这里。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你们已经认识了哦，你们是已经认识的哦。好，他不是一个还未到的陌生人。好，他不是这种人，他还不是这个还没出现的陌生人，不是这个角度。那
只能说没关系，我们还要翻，还有很多讯息可以翻。好，我再继续看一下。好，我在踌躇着要不要再往这个方向翻。哈，翻一下。再对你们两个这个，快要，这里讯息比较像是说快要往，一切都还很新啦，好，但真的很新很新。所谓的很新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能量、爱情关系、爱情的窗口、爱情的路径，都还在刚开始铺路中，刚开始往那里走。好，只能这么说，到现在这里只能这么说哈。那至少这一条路是往那里走了。我们反过来看他啦，哈，他现在有感受到对你的喜欢那么明确吗？我觉得还没有明确到，觉得那是爱情啦。但至少每次跟你相处或是互动的时候，他是开心的，是舒服的。然后，我一直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新的关系的培育，正在培育中，而且也看到了它的未来性还蛮绵延下去的时长还蛮长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相处、认识，或是就算交往或是在一起，后面的时间都拉得蛮长的。只是小缺点是我们现在看到都还在很初期，很初期哈，那没关系啦，它就在你附近环绕哈。哎，我看一下哈，因为我没关系，没关系，我再看一下。是，你们中间确实有蛮多的阻碍，蛮多的讯息，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在想说，其实有还不错的火能量，不错的火能量，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那一种所谓的，一开始认识就爆发出那种爱情的感觉啦？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说，你们中间有蛮多的，该说是阻碍吗？栅栏吗？浓雾吗？让你们没有办法立刻看清楚，说其实你们就是需要，就是合适的恋人。他有很多的外物，他有很多的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角色上的设定，让你们很难直接发现说，其实你们应该要一见钟情的。好，他让你们看不清楚这份感觉，看不清楚你们的合适，而且你们的默契跟你们的合适程度已经被某种互助合作、工作上的合作，或是这个服务性质的合作所标签化，成为一种好像是同伴、伙伴、朋友的关系，然后忽略掉或忽视掉你们两个的关系的默契跟友好，其实是爱情的。那这件事情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去，哎，我看一下哈，找看看那个路径怎么。哦，的确大翻转哈。好，这两章说了，你们现阶段的这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浓雾薄雾，看错彼此关系的这一件事情，是必经的转换过程。哦，好的地方是说，它让你们两个紧密的在附近，没有脱离哈，因为你们两个好像有某种方向感是确定的，你们两个想追求的某种东西是一致的，所以让你们两个一直都在附近。只是死神牌这边，我必须说，它透露了一件事情，会在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间点会做出一个转换了。好，所以你们目前不会离开彼此太远，但是到了某种饱和点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大转换。那我们必须说，现在可能就是在培养，
或是在走到那里的路径上了所以这边偷偷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现在有参加某种社团、某种社群，或是固定去参加哪个工作之后，都固定要去那里上课或什么这些的，不要改变。因为它就在那个路径里面，你做了有所改变，你就会不在这个范围里。因为这里都说，现在你们包在某一种额外的圈子里，不要离开那里。所以你现在不要做太大的改变。就说你本来要去上的课，你本来要去做的义工，或是去服务的东西，你不要突然就不要做了。你会离开这一个范围里。目前看起来没有别的空间，没有别的地点，有让你们两个有这么稳固的连接的选项。目前这里是没有看到，反倒是现在在这里已经是让你们最接近的状态，只是以爱情来说，并不是很完善的用来发展爱情。因为它没有那个，我刚刚说了很多东西都被替换掉了啦，很多应该要有的爱情能量都被替换掉。白话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是在外面朋友圈认识，只是朋友认识，你们的这个爱情的契合度会在你们遇见的时候就知道说，你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可是因为你们这一个关系一开始进入到这里的时候是用别的 title， 所以被包装了，被角色设定了，然后这些设定都不是往爱情的方向走的。那没关系，它并不是说这个就不是一个好事我看到的好事是，至少让你们两个以最近的距离出现在彼此身边了。好，来，都是宝剑我觉得它搭配了这里，我觉得它有一个，我只能最简化的讲说，你们之间还有很多东西正在排列组合中，有点像是俄罗斯方块，它就是还在排列组合中啦。排列组合成一种就像前面这个死神牌来讲啦，它就是它在排列组合，它在组，它像积木一样，它在组到那一个你们两个关系有翻转的那一个时间点，或是它在组织一个事件要发生，让你们两个看到彼此，看着彼此是不同的感觉。那以我这里的语言说法、形容词，我会把它讲成是说，这一条故事线还在演，演下去。这条故事还在演，还在发展，还没有发展到那一个你两个突然看彼此很不一样的那个事件还没有出现。那他要自然而然的到了那个事件点，前面他还是有很多故事啦，比如说你跟谁的相处，跟谁的相处，某些对话，这些东西都还在累积中，然后会到了某一个翻转的边缘线之后，就翻转成对彼此的感觉是要直接走入都是爱情的那个感觉。好，现在就是目前状况就是这样了。我还在理解为什么需要等那个翻转的时刻的时候，宝剑牌就都出来了。无论是正能量或是负能量，都在告诉我说，好坏的事情都还在发展中，还在整理中，还在排列组合中。好，那以现阶段的你，就自然而然的跟周遭的人相处。你现在的事情不要做太多的大转换，它就会慢慢往那里走了。好，至于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发现是谁呢？我突然觉得这个提问要问一下哈。我翻2张牌来看一下，你现在能够察觉到是谁，或者你能够想象出是谁吗？可以呢，因为他似乎是你喜欢的样子，然后你对他的评价还不错，然后我们就以非常简化的解答来说，
你能想象出是谁吗？他就先翻出这个，他说可以啊，很容易，很快速。那他给的一个暗示是说，那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他这边说就是你会喜欢的人了。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从这里就已经发现说，其实你们对彼此好感都有存在啦，所以范围就缩小了哦。就你脑袋中的选项的其中的人就对了。好，只是时间发展还没有发展到那里，所以这里的互相陪衬就是要告诉他，先不要急，不要变成是你去告白，因为你今天来说是他要来跟你表白啦，所以不要急。好，来，我又好奇的想问，会不会其实是其他人？这就是我们就是要故意问冲突的看他的能量的强而有力的。不是，不是别的方向。好，就这样，不是别的方向。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哈，来看他这个人，我们来剖析一下他这个人哈。哦，对，5张，2、3、4啊。给一点位置好了哈。看一下哈。好。15。因为我最近都比较希望你们能够看清楚牌啦，好牌的画色，因为这是也是一下艺术家创作者画的，我觉得都很不错哈，所以我会尽量拉近，所以船就变得比较急。好，我觉得没看到这些牌子有点可惜啦，很可惜这些漂亮的图案哈。来看后面哈，这个人，这个人，对于幸福的向往很强烈，哦，他蛮浪漫的，他就是那种去参加婚礼会哭的人啦，很感动。他不一定向往婚姻，我先这么说哦，因为我得到的能量方式是这样，但他向往那一份幸福饱满的感受。哦，他是这样子的人。那没关系啊，这个他对你的好，只是以现在的他来说，他还没有那么肯定自己能为谁带来，为任何人带来很饱满的幸福啦。所以他现在处在一种对于幸福浪漫的两人在一起的感觉是充满了羡慕的。你说他期待吗？我反而觉得对于期待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薄弱，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立刻觉得他整个对话上是，他现在只处在羡慕，他有在努力创造自己的吗？我觉得没有，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点高，他目前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耐能够接住另外一个人，但他很向往，他也很努力，他其实很努力哦。然后，可是他心里有一些挫折感是，他曾经有认真付出，有认真告白，有认真的想要走到两个人在一起长久的这个，可是可能有一些挫败感，让他发现自己的不足，或是他认定自己是不足的，所以他现在把自己摆在与一份爱情有开花结果的这一个端点，他把自己摆得比较远，但不代表他排斥哈，他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有那能多好，只是以他现在的角度，他觉得他现在可能还不配拥有，即便他这么努力。所以现在的角度，他即便爱情很靠近，但他也不会付出的很快。
但至少不是不敢付出，他会付出的很慢。那基于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有丰沛的水能量，所以他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信任的朋友上。那未来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初期你会觉得他还持续花蛮多时间陪朋友的，希望你不要误会哈，因为他对于爱情的付出会比你想的偏慢很多，所以初期不能太，希望你不要太挑剔爱情上的对你的重视度，就是在爱情上面，因为有每个人的节奏不太一样了。但这边只是要提醒你说，他内在其实是非常非常向往幸福美满的一个结局，只是他现在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啦。那以现阶段的他，我觉得他还处在一种自我疗伤阶段、疗愈阶段。好、这件事情不能苛刻太多，因为感受上、感情上的复原，每一步每一步，你能获得的疗愈程度都不高啦，非常久了哈。讲一个我比较接受的一个道理啦，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5年，那后来分手了，你至少要花一半的时间才会恢复到比较接近正常的状态。好，我觉得这个我在蛮多人身上有验证到这一个时间顺序的啦，所以你可以套用在各种事情上面，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缓过来、好过来，可能就是要花一半的时间了。好，给自己这份期待，所以就不要急。这个只是要告诉你说，不要急，它会自然而然的，它是你没有办法推的。那换到他，我就觉得说，他现在的状况可能真的是因为前面有一些爱情的状况的失败，影响了他现在对于爱情付出。即便你出现了，他也有那个感觉，可是他可能会在那一瞬间发现他自己喜欢你，然后他会把他直接推到，就是说没有没有，只是朋友的好感而已。他会一直让他这个感受打折，即便他心里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但他还是会打折，把自己往后推回去，这样。好，所以你跟他，或是你现在想得到是谁，你会觉得他跟你有那一份距离感，那是有的，因为他有在创造这一份距离感。好，它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啦。所以反过来说，当你感受到他的付出的时候，那都是非常扎实的，表示他已经真的愿意付出的那些，那就是非常扎实可以信任的了。好，也是非常珍贵在这个感受上。哦，好，来再来，你看都是一些封闭的牌哈，要给他一些时间，他现在真的很难大方的或是很坦然的把自己交出去。哦，好，还好这2张牌出现了。别担心哈，这个人当他确定了爱情，他确定了他对你的喜欢或什么的时候，他会逐步的去实践他对爱情的想象，而且实践力跟完成度都很高，就节奏慢而已，节奏真的还蛮慢的。好，因为这边是皇后牌，东西都要孕育很久，要在很后面才会有。还好，在这个状况是出这2张牌，简化来说就是这个人非常值得期待啦。但是要得到这个人的爱，急不得，因为他也快不了。他以前应该有很快速的、全然的付出对一个人，那我们可以不把它归类成他是在那份爱情上得到挫折感，也影响到他现在的。我觉得可以把它认为说，他学会了爱情不能这么快付出了，要慢慢来，节奏要慢慢，要自然而然。他也学会了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他可能是对的哦。我们也应该学习到他在爱情上应该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扎根，慢慢的走。好。要小心翼翼的、自然而然的去培养这份关系，不能太急，不能太多的要求，
要让它自然而然的演化成某种契合度。我觉得这边有在提醒这件事情，才能够显化出其实你内心想要的那一份爱情的完美的模样，或是好的模样了。我还是觉得我常常这样翻这么多牌，对我来说，爱情的模式其实大同小异，但它有一些不变的道理是，我们其实都没有那么知道自己在等的爱情是长什么样子，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智慧跟那么高的智商，去把我们未来爱情真正的样子把它想得这么清晰。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体验，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爱情模样，而且会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不同的爱情模样。它不能互相套用，它无法比较，这是不变的道理。你在这个人身上得到的那个特殊的感觉，你通常不会在另外一个人得到一模一样的感觉，都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它是无法比较的。你原本你心里也许还爱得上一个分手的人，可是他跟你现在所爱的这个恋爱的人是不冲突的，因为那个爱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拿来比较，说你比较爱这个，比较不爱这个。其实我们会搞混，你以为可以比较，其实那是那个深刻的角度不同，这一点是不变的道理哦。你要分出来，其实它很难分出来哦。你要花很多时间，你才能分得出来，你两个人都还爱着，然后你会以为这个爱是可以比较的，哪个比较浓，哪个比较淡，不是，其实这是爱的模样跟性质那种是不一样的。你爱着你现在在一起的这个人，跟你还爱着你已经分手的那个人，那个爱是不一样的。好，这点我们要想一下哦，你要感受一下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不能比较的哈。因为内容、故事、感受、细节是不同的，他们对你做的事情的好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为何要讲这个？因为我发现这一个人他内在的这一个休养生息的感觉，正在慢慢的让他发现这件事。他慢慢的知道，每次遇到一个新的人，整个故事发展感受，那个爱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在慢慢感受到这个，所以这两张牌出现让我很放心的是，当他发现他喜欢你，跟他喜欢以前的人，跟他以前的爱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那他会付出的越来越快，而且他也会发现他对爱情的渴望跟幻想或想象的未来的那个样子，他更能够掌握，更能够实践，更能够具体实现给你。他这个比较后面，好。那我说这个人值得等待，是因为他很认真，他在爱情上是很认真的。他在爱情上通常会先检讨自己，会先反省自己。好，大概这个人在爱情上面角度是这个了。我看看这个角度还有什么我可以特别翻的哈。我们就针对一下他的整个爱情的付出节奏如何啦哈。慢了，还是偏慢哈。非常浪漫，但是表达的偏慢。好，他真的是非常浪漫，非常。你慢慢感受到他的爱情，你开始感受到他的爱情能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好，而且会越来越像小孩子哦。他甚至有可能有点太浪漫了。如果你是一个很追求比较实际、扎实、务实的话，你会觉得他太浪漫，因为他后面进入到爱情的时候，他会很浪漫之外，他还越来越像小孩子，他会越来越返璞归真，因为他的那一个身上的盔甲跟对自我的保护的东西就开始拿下，那个为了生存在这个现实生活世界那份盔甲跟那个假面，他会慢慢拿下，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纯真、很天真、很浪漫的人。哦，你要回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爱情很真实，
他付出给你的具体的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可能很淡，但是他在内心的澎湃可能会比表象中的多个5倍、6倍、10倍都有。他是一种集中型某一件事情的浓度很高的人，他不太会对于付出给你的东西是用敷衍的态度，他都是很认真的，他都是很思考的，很敏锐的感受到你的反应，想象你的反应，所以你的反应给他，对他来讲影响也很大。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浪漫体质很浓厚的人啦。你可以说他在感受上、情绪上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也可以，他确实是。好的方面想就是，你会发现跟他相处的时候，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那会让人觉得生活上、相处上很细腻、很有品质，尤其是在情感的氛围上，你会觉得你常常被一个人很努力的理解，这就是他的特色。好，只是目前以前面来说还要再等一下，你们的连结，我是觉得你们的感情连结已经有连到了啦，已经有连到了，只是发展的没那么快，会比我想的再慢一点吗？这个要看后面哦。来，我来看后面。来5张哈。这边已经翻开了，再看。好。其实满满的水能量哈。现在开始看的是2个人的关系了哈。我觉得照前面的这个逻辑看来，他应该会在一个很特别的时节、很特别的日子，然后，而且他会蛮确定你们2个彼此应该是有好感的时候，会告诉你说，或用一种确实比较像告白的方式告诉你说，我们应该要进入更下一步的关系里。那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间，他还没感觉到。尤其我认为你们2个现在，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对于这份感情的感觉都还很淡，只是一路这样翻下来，水能量太多了，它多到不告白不行。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一次的相处，每一次近距离的相处，那一个好感的能量会堆得很快。但是这张牌告诉我，他有一点点在回避这一份感觉。这里告诉我，他有点在回避这份感觉，反而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得到的反而是他知道他喜欢你，所以如果到了这个阶段，我告诉你他现在可能是处在一种对你有特别的感觉状态，快要进入到暗恋的状态了。他现在正在处理自己对你的感觉有特别的那一个角度。他现在有一点点在说：“我喜欢他吗？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因为你要回到前面这里，他应该还在某种疗伤阶段哦，或是他不是在某种疗伤阶段，而是他现在给自己的某种设定，就是不要付出的这么快，不要感受的这么深，不要投入的这么迅速。可能有，因为我看到蛮多他的自我设限、自我阻拦。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各种水能量跟各种火能，其实有火能量的爆发
往前状态是，他很快就会接近要跟你表白的那个时刻，所以他现在我觉得照这里翻起来，他正在，你看他这里出现圣杯七，的确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现在正在想说，这是什么感觉？我喜欢他吗？为什么会这么在意？他现在处在这个状态里你看都这么多的水能量这么多的圣杯能量，让我很难忽视你们应该对彼此的好感度很高。从前面就一直在说，你们是有好感，而且还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人好吧，我们让自己等他啦，我们让自己等他，因为他的杯子已经快装不下他对你的感情了。他装不下的时候，满溢出来的感情会被诠释成什么？就是他会被他自己对你的在意所淹没，他就不得不去正视他对于你感情的那一个到底是什么的那个答案，会很多。只是我这边得到的一个讯息比较像是说，他会多到去有更多的靠近你，他要去感受、去理解到底那个是什么，那份感觉是来源是哪里？是好感吗？还是原本一开始见到就非常喜欢，只是他忽略了？我们刚前面有说抬头被换掉了，所以被忽略掉了只是很难否定掉说，这感觉好像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他现在正在我觉得他正在这个挣扎里来正在找答案，确实现在正在找答案那他现在走的路径方向是对的，他想对了，他有想到这可能是爱情，对，这个方向是想对的，我觉得他有想对，只是他还在想，然后他有一点小小的茫然，可是底下整理的不错，对于这一个答案的执着追求、思考方向各方面整理的不错。什么叫整理的不错？就是他都想对了而且比我以为的他会畏惧一份新的爱情的这一个角度，我觉得比较薄弱，他没有那么畏惧。我说的他应该想对了，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他要把它想成说这是不同的感觉，跟他以前的爱情是不同的。他有想对了，他有分辨出这是不同的感觉。所以翻到这里，我觉得有些东西可预期的是，他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表示，有一些接近，有一些表示，有一些接近。我来翻3张牌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动作。直接翻好，他会开始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表达，而且他会试探着，他会从观察你、试探着你，跟你聊天讲的，发现你可能比较适合什么样子的爱情的表达。他现在正在准备如何从好的角度、好的时间点去跟你做一些很些微的表白，让你隐隐约的知道说他其实是喜欢你的。让你隐隐约的知道说他其实有点想靠近你，让你隐隐约知道说他其实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对你做的事情比别人多一点。他应该要准备，他应该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整个能量都已经水能量都已经澎湃到，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没有表达，有点晚了。而且有些东西好像已经在进行中了。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前面才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讯息，让我
告诉你说，其实你想得到应该是谁，因为这个人已经蛮靠近了，这3张都没有否定掉，他现在应该已经要做出某些动作了，而且他还已经超越了我前面的这一张圣杯七所讲的是说这是什么，这关系是什么，好像这个已经是过了，他已经想过了，只是他现在他蛮确定应该是爱情的感觉，只是他想要再更靠近你，跟你相处的时候来去确定一下，他这感觉是没有错的。他除了想要去表达，让你知道说他对你的感觉比较不一样，说他也在同时确定自己真的是这种感觉吗？真的是这么想的吗？真的是因为喜欢这个人所以有特别的在意吗？哦，所以他会照着某种方式去，就像我刚前面讲，他是个很浪漫的人，他会使用他自己觉得的爱情的模式跟表达方式去跟你表达，用他的风格。所以从这里也看得出来，他其实还不太确定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模样哈。那从这里3个阶段翻下来，我只觉得他比我想象中的更靠近你，你们的互动比我一开始翻的时候更深入，他已经非常接近要跟你表白的边缘了，非常非常接近了。只是为什么还没有？应该还是有一个问题点，我翻一张来看一下。哦，他有明确的觉得他跟你还算有一些距离啦。我觉得这个距离，这个距离，今天权杖2、权杖3很常发现呢，很常发生，很常出现。这在讲什么？在讲他一直在观望、遥望，拿不定主意，不确定要做什么下一个行动，这样。那他相信他会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找到答案，而且他也相信，如果这是一份爱情，那你们2个应该会有不错的结果，你们应该还蛮适合的。在他的观察里，他现在是这么觉得的，只是他现在正在突破，正在处理掉挡在你们中间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啦，不知道是他自己以前对爱情的挫折感，还是你们彼此的不熟悉，还是他也在心情也在觉得会不会是他想错，他感觉错了，或是他自作多情，也有这个。那他的状态算是稳定的，所谓算是稳定，就是他出手去对你表达，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都想得很清楚才会去做表达，这样子。总而言之，他现在已经在慢慢的接近你，他有开始会明确的让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只是他还不会到他立刻要跟你表白，或者开口直接告诉你说他喜欢你很久了，想要跟你交往，我觉得已经快到了，现在都还在边缘，还在试探中。但他在试探的，其实很多不是试探你的感觉，他在试探自己确不确定。哦，好，那我想差不多了哈。这2号牌应该就这些哦，你可以去体会一下。至于他其实已经开始在表达了，我觉得你应该想象得出来是谁啦。还有一些比较缩小范围，我觉得你对他也算有好感，你不讨厌他哦，他如果表白你会接受的那一种。哦，以整个牌的距离上来说，我是觉得类似受到祝福的好牌有点太多了。好，幸福的东西也蛮多的。哦，但你期待一下吧，我觉得他差不多该表白了啦。好，哦，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期待吧，乐观的期待。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